Hello，大家好，我是达达，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然后这期视频呢，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超级实用的男生化妆技巧，底妆到定妆到眉毛到修容，全方位的教大家如何去把自己变好看。B 站上我发的第一期视频好像就是这个视频，就是化妆视频。只不过当时条件有限，设备也不是很好，那个时候是拿手机录的，所以那期视频我现在再回过头去看的话，真的是非常的不满意，已经很久了。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我的化妆水平其实也有了一些提高了，所以我也已经很迫不及待的想要分享给大家了。我们一起去卸个妆吧，1秒卸妆，1秒素颜。还有点害羞，感觉好像没有怎么在视频里面素颜过。但是不管了，今天是来教大家化妆的。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脸上其实是有很多的痘痘的，特别是下巴这一块。最近熬夜在那里打那个塞尔达传说王国之泪，熬夜打游戏，所以下巴上很多痘，这里也有痘。我这一张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容易长痘的脸，然后我还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然后我的脸皮也比较薄，会有很多的红血丝。我是一个混油皮，所以皮肤还会出一些油，必须要遮瑕。然后遮瑕呢，第一个是遮我脸上的痘痘，第二个是遮我的黑眼圈，然后我会用到这两个东西。我看很多美妆博主的视频，他们也是，就是一开始化妆了，楼上就会开始装修。我怎么感觉我也是的呀？我这一化妆了，楼上就开始咚咚咚的，不知道是在干嘛，真神奇。美妆博主的诅咒吗？然后遮痘痘的话，可以看这个遮瑕盘里面，它有3个颜色，一个深的，一个自然的，一个亮的。拿这个深颜色的调和一点点这个自然色。点涂在我的那一些就是瑕疵比较重的地方，比如说我的这里。然后这一步呢可以随意一点，因为待会儿遮完这一步之后还会再上粉底液的。这里还有一个，脖子上还有一个，我也是醉了。点完之后呢，我会用这个像小拖鞋一样的一个小粉扑，也是看别的美妆博主的视频种草的，真的很好用，去把我刚刚点的地方给它拍开。粉扑特别的小，所以它就特别的精准，也不会把你的遮瑕拍的到处都是。这个遮瑕就会刚好固定在这一坨，不会被拍跑。救命啊！这个楼上敲的好响，为什么大晚上的还要敲啊？是不是这些比较红的痘痘就已经有一些看不见了呢？做完这一步之后呢，我会再遮一下我的黑眼圈。黑眼圈会拿这个粉色的，大家都叫它三文鱼色，它是专门用来遮你的黑眼圈的一个颜色。然后也是用刷子涂上去，然后也是一样的，用粉扑小粉扑拍开，然后两边的一个对比，是不是这边明显黑眼圈就淡下去了？但是还有下一步，就是用这个，我会用这个提亮色，就是这个遮瑕盘里面最亮的这个颜色，再加一点点在我的黑眼圈的下方，因为这一块是最深的，我会把它再提亮一点点，还是用小粉扑把它拍开。有更加不一样的，这边就是几乎没有黑眼圈了，这边就是眼袋黑眼圈都有。然后我现在把另一只眼睛也都画上吧。现在就是两边都遮完的一个效果，的确黑眼圈不见了，但是大家会发现我这两块特别的亮，对不对？但这是正常的。人体的面部的一个结构的话，你的中间这一块区域它本来就应该是最亮的，然后旁边应该暗一些，这样子你的脸才会有线条、有轮廓。然后我们就开始上粉底液吧。粉底液我用的是植村秀的小方瓶，这一瓶呢，它是一个偏哑光的一个效果。其实男生化妆的话，粉底液最好都是用这种哑光雾面一点的，因为这样子会看起来比较自然，脸上也不会有反光的感觉。挤在手上，拍在脸上一点点，然后迅速的用美妆蛋拍开。瑕疵比较重的地方可以再加一点点这一块，然后这就是这边脸上完的效果了，这边是没上的。这种比较哑光雾面的粉底液呢，我建议大家是半张脸的去上，因为它干的比较快。如果你一下子把全脸都点完的话，你可能还没把它拍开，它就已经拍不开了。做完遮瑕之后上粉底液，就是上的要轻薄一点，因为粉底液的作用它就只是用来均匀你的肤色了，它就并不是用来遮瑕的。遮瑕要用遮瑕类的产品，一定不要忘了要把脖子也擦上，要不然
脖子跟脸它就是2个颜色。我会在我上完粉底液之后，拿美妆蛋干净的这一面，就是没有沾粉的那一面，再去压一下。第一呢是把多余的粉带走，让你的那个粉感不那么重。第二个呢是让粉底液再均匀一点。粉底液虽然上完了，但我底妆的这个步骤还没有画完，因为刚刚上粉底液的时候，它一定会带走一些我的之前的一些遮瑕的，所以我要最后再把瑕疵重的地方再补一点点。然后这次就不会拿那个最深的颜色了，会拿这个比较中间的、比较贴近我肤色的这一个颜色，比如说我的这一个还有一点点红印子，还有这里。然后这一次呢，就一定要薄，因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遮瑕了。还是用这个长得像拖鞋一样的这个小粉扑拍开，拍完后我们上一层散粉。我一般是喜欢用刷子去上散粉，但有的人他喜欢用粉扑都可以。但是刷子它就不容易带走我的刚刚的一些遮瑕。然后散粉我用的是花西子的，花西子这个散粉是好用的，但就是价格有点贵。然后量不是特别的多，我感觉，但用还是挺好用的，薄薄的上一层就好了。沾散粉的时候一定要沾完之后抖一下，要不然就可能一次性会上多了，上多了脸上呢就容易结块。我的所有的底妆就上完了，当然这个时候我的脸看上去会有一点点扁平，然后有一点假白，不自然。这是正常的，粉底液上脸的时候，它会要有一个氧化的过程。等你化完妆的半个小时之后，你的脸它就会看起来比较的自然了。它需要有一个粉底液跟空气氧化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大家去买粉底液也要注意，就是一定要去试色，因为粉底液它并不是你上脸什么样子就会一直是什么样子。我所有的底妆的步骤呢，其实大家不一定要跟我一样，你们有的人可能瑕疵并没有这么多，对不对？如果你们没有什么瑕疵的话，你们直接上粉底液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粉底液它本身就已经有一些遮瑕的能力了，只不过它的主要的功能还是均匀肤色。下一步呢就是画眉毛了，眉笔我用的是这个花西子的，好的东西都是花西子的，但是我今天设计视频没有任何广告，好不好？这都是我平常自己用的，没有广告，没有广告。除非你染了头发啊，你可以选别的颜色，但是如果你没染的话，就是买灰色或者灰黑色。然后一定要买一些不太好上色的眉笔，这样你的容错空间就大一些。如果你买了那种很容易上色的眉笔，你只要有一步画错了，就很难擦掉了。男生的眉毛呢，就自然，沿着我眉毛本身的一个形状去把它加深一点点就够了。如果你不会画眉的话，我建议你就是先不要着急去修改自己眉毛的形状，而是先去填自己眉毛当中的一些空白，先尝试这么去做。等你熟练了之后，你再尝试去更改一下它的形状。画眉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勤快的去刷它，也是为了让它颜色更加的均匀，然后更淡一点点。因为眉毛最容易的就是画深，画成蜡笔小新。建议大家从眉尾往眉头画，因为眉尾它是我们眉毛最粗最深的一个地方，然后往眉的中间走的话，它会慢慢的变细变浅，也要两边同时画的，不要这一边画完了再去画这一边，也是为了防止两边的眉毛画的会不一样。然后两边眉毛的外形差不多了之后呢，就还剩一点点前端的毛流感了，顺着眉毛的形状画那么几条线，然后再去把它刷淡，这样子你的眉毛就会自然。这边的眉毛也是一样的，把它刷自然，眉毛就差不多画完了。画眉毛的时候，两边是不可能画的完全一模一样的，就是我画到现在，我有时候两边长短呀、大小呀，有时候还是会差得很大，但是这个都没有关系，因为很少会有人就是像我拍视频一样这样盯着你去看你的两边的眉毛有没有整齐的。大家一般看你的脸都是可能会偏一点角度的去看，所以影响不大。再往后走呢，我会开始画一点点眼影。男生画眼影其实特别简单，因为男生化妆主要就是自然为主嘛，所以眼影我们只是画一点点大地色，画在你的眼皮上面，让你的眼睛更加的深邃一点。我们画眼影是有功能性的去画，而不是因为哪个颜色好看我们就把它画在眼睛上，不是。先拿比较贴近皮肤的这个颜色去给眼睛打一个底，让它变得更干燥一点，后续的颜色上去就不会结块，它会更加自然一点。卧蚕这一块也要带一点点。打底打完之后，就用一个最常见的大地色介绍一下我的眼影盘吧，就还是这一个 Perfect Diary 完美日记的这个眼影盘，比较的便宜，然后这一盘的颜色也特别的适合我，都是这一种大地哑光色，就适合男生。沾好这个粉之后，在手上抹一下，把它抹淡一点点，要不然一坨上到眼睛上，的眼睛就黑掉了。
卧蚕这个地方也是要画的，遮黑眼圈的时候把这一块很多阴影都给遮掉了，所以眼睛它其实在遮黑眼圈那一步做完之后会变小，所以你要重新把它的阴影加上去，让眼睛扩大，用这种小刷子精准的画在你的卧蚕这个地方。现在有没有感觉两边的眼睛已经不一样了？就这边明显就是更加有层次，然后更加大一点，这边就不大。然后我们把这边眼睛也加上吧。两边眼睛的眼影就全部都画完了。当然，眼影这一步呢，也并不是所有的男生都一定要去画的。或者你想让自己的妆容就是非常的自然的话，你也可以选择不画。男生去化妆，其实甚至就是你可以全部都不画，你只画一个眉毛出门都可以。或者你不画眉毛，你只打一个粉出门，你也可以。就这些全部都是看你自己的需求和你自己的喜好和你的脸上缺的一些内容，全部都按这些去走就好了。但是我建议就是大家，如果你上了粉底液，那你一定要去修容。人的脸在上了粉底液，你的肤色均匀之后，你的脸会变得非常的扁平，显得没有那么多的棱角。然后虽然粉底液它均匀了你的肤色，但是它还是会让你的脸显得有一些假白假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靠修容，把粉底液在我们脸上抹平掉的那一些棱角重新把它加出来。当然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可以改变你的脸部的一些轮廓。当然这个就有一点复杂了，这个就我也还在学习当中。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让我的脸轮廓感更强一些，我并不是要改变它。男生的脸上线条硬朗一点，我觉得还是更加好看一些的。修容呢，我用的是这个毛戈平的修容盘。毛戈平这个修容盘卖的也不是很便宜，有点贵，但是这个颜色调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合适。修容的话会从我的鼻子开始，然后也是沾粉的时候在手上把粉搞淡一点。鼻子的话，大家一定要去观察一下自己鼻子的形状，每个人的鼻子的形状都不一样嘛。你像我的鼻子其实不是很塌，但是我的鼻头跟鼻翼特别的宽，所以我修容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我的鼻头鼻翼这一块缩小。我会把这一块的形状强调出来，鼻翼这一块也是加一点阴影让它收进去。加了阴影之后，这边就感觉更加的收窄一些，把另一边也加上吧。鼻头这一块画完之后，我们要去画我们的鼻梁这一块。鼻梁这一块的阴影，它需要连接到我们的眉毛，连到我们的眉毛里面去。这里画完之后，你的眼睛它也是一样，它会变得更加的深邃。加了阴影了之后，这一块它就会变得更加的深，更加的凹进去，就不像这一边没有加的地方它是凸出来的。是不是这一边更加的凹进去了，有棱角了，整个这一块的线条，这边也是一样，同样的手法把它加上。鼻子这一块的修容它就完成了。接下来是脸部的修容。脸部的修容我会拿一把这种修容刷，比较大一点，然后是一个斜面。脸部的修容的目的也是一样，让它有棱角。男生的脸需要有一些棱角，现在我的脸是比较平的，靠阴影去把我们的棱角重新的加出来。扫一下我们的遮瑕盘，然后在手上扫淡一点，把刷子下在我们的鬓角这一块，按一下之后往颧骨前面走，少量多次，防止它一下上的过重了。这块棱角它就出来了，这边就是很亮，这一块就感觉更加的收进去一点点。这里画完之后，我们画到我们的下巴这一条线这里，把它收进去，特别是咬肌这一块，有的男生就是咬肌特别的大，这样会显得脸特别的胖，所以这一块也是要加阴影的。然后下巴这条线强调它一下。最后，为了让我们的下巴更加的突出一点，因为有的人下巴比较短嘛，虽然我的下巴没有那么短，但是我还是喜欢让它再突出一点，所以我会在这个地方再加个阴影。然后这一半脸的修容就修完了，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就很不一样呢？我们现在就把这一边脸也加上吧。两边的脸就全部都修完了，最后拿一个色号比较自然的一个口红涂一下嘴巴。这个口红是 MAC 的314，比较适合男生的一个色号。我涂完口红一般会习惯用纸去抿一下，就让它的颜色再自然一点。哒啦，画完了，大家感觉怎么样？就现在整个人的气色就上去了，就非常的好。
就怎么说，其实化妆这个事情吧，它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比较表面的一个东西啊，但对我个人而言，化妆其实它能给我带来很多的自信。就平常我在工作生活当中，我走在马路上，如果我没有化妆的话，其实我走路的时候，我的头可能都是这样走的，就是整个人就非常的 down。但一旦我化了妆之后，我就立马感觉自己好像有了自信一样，就走路头都会往上抬得更高一点点。化妆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的，改变一个人的状态的。因为我化妆，我也不是为了给谁看，我就是为了让我自己开心，我就是为了让我自己在走路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有精神，气色能够更加的好。所有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我没有想去讨好任何人，这是我化妆的一个主要原因。我的确觉得这件事情也让我变成了一个更自信、更好的一个人。当然不一定是化妆啊，也可以是别的，比如说健身啊。健身虽然一方面它是对身体好，对不对？但还有另一方面，它也是让你自己变得更好看了，也是能够让你自己得到更多的自信，也是可以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结果都是一样的，只是大家选择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罢了。但是如果你想通过化妆去提升一下自己的话，那我觉得你现在就可以尝试着去做一做。这期视频就这样子了，我们就下期再见。然后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记得一键3连，点赞、投币、收藏，拜拜。